表演完之后，他们都会跑上来跟我讲说：“你是我唯一喜欢的中国人。”我如果喜欢你的话，你不可能是中国人。那你知道这歧视有多深？ Hi, I'm Jamie and I'm a stand-up comedian. 上海人，现在在台北生活。我讲脱口秀3年了。Hi, my name is Vicky Wang. 我在台北出生长大。2017年的时候开始在上海做单口喜剧，去年5月的时候搬到纽约来。我们在喜剧俱乐部认识的，我们就坐在吧台上，然后聊起来才发现说，哦，他是上海人，但是他是从台北开始做 stand up comedy。那我是台北人，但是我是在上海开始做 stand up comedy。他很可爱，很喜欢交朋友，大家都很喜欢他。我觉得 Jamie 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笑的喜剧演员之一，大概 top 10。My name is Jamie. I'm from China. Thank you for the awkward silence. 刚来的时候就是很想友好的要跟大家交朋友，然后如果大家批评中国或者怎么样，我会就是顺着他们讲，然后要讨好别人的感觉。但是发生了很多事情，然后就是处于一个人生很低谷的状态。有些台湾的朋友也会就是因为我的中国身份，然后对我特别歧视，整个人就被打击到，然后就有点就是得忧郁症这样。然后我就找朋友去看了一场 open mic， 他们好像都不好笑，然后又感觉喝了蛮多酒，就问主持人说我可不可以上台，抱怨了一些关于就是生活在台湾的经历，这些后面就变成一个就是在台湾最受欢迎的一段表演。 And it's funny when a Taiwanese likes you, they will never believe you're from China. You know, it goes like, "Oh, you from Hong Kong?" I was like, "No." "Are you from Singapore?" I was like, "No." "Are you from Malaysia?" I was like, "No." You got me. I cannot think of other Chinese-speaking countries. 因为你要讲一些可能不中听的话，但是又要用大家喜欢的方式去讲。就有点像是有一颗药，然后你把它包成糖丸给大家。因为他笑话写得很好笑，他在让台湾人笑的过程中听进去了，听到说哦，其实我们对于中国人的这个歧视蛮过分的。就有一次有个女生，然后她就说什么啊，我开了一间酒吧，然后我超爱你的，你要来，可是其他中国人我都不会让他们进。我觉得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嘛，就是没有人是有恶意之类的，就是两岸之间的隔阂实在太深了。我自己在上海住的这么多年，我自己也做了一些很大的调试，然后也要面对自己对于中国人的刻板印象。如果你单纯在网络上跟中国的这些网军互动的话，你当然对于中国人的印象非常的差。但是像 Jamie 点出来的，就是你面对一个中国人，一个人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的表现是怎么样的？就你要讨厌一个人，你跟他面对面认识的时候，你再讨厌他还来得及。刚到上海的时候是会对自己的台湾人的身份认同稍微是压抑吧，是就为五斗米折腰这样子。我从我第一次做开放麦之前，就有人跟我说，哦，你不能提3T。就是天安门、Tibet 跟台湾，刚开始没有想很多，但是久而久之会变成会自我审查，会某些词语、某一些想法，就是会慢慢的，真的是会慢慢的消失。I am Taiwanese, born and raised. I just moved to America last year. And the reason why I sound like this is because both of my parents are English teachers in Taiwan. 那现在离开中国之后，也算是一个疗愈的过程吧。说完全放下自我审查，这是还没有。但是我在努力的过程中，我已经写了不少在中国境内是绝对没有办法写的笑话，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有自我审查的这个本能，所以现在会特别想要挑战自己，写一些绝对会被情绪喝茶的笑话。
我自己是很有意识的在用单口喜剧帮台湾稍微做一点外交，因为毕竟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是比较吃亏的。比如说我会写一些关于台湾珍珠奶茶的笑话，或者是半导体的笑话。I do feel like I am not a very good representation of the Taiwanese people. For one thing, I don't know how to make a semiconductor. 我觉得 Jamie 比较辛苦的地方是，对我来说，我只有在中国的时候，我不能说自己是台湾人。Jamie 是身为中国人，他走到哪里都要面对所有人对中国人的歧视。我觉得 Jamie 他本身他也是在做一种外交，让台湾人可以用更人性的方式去了解中国人。透过脱口秀，就好像更了解我自己是谁。我觉得以前就是还是会觉得说很像是一个原罪嘛，但现在我就觉得，当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后，你就不会被局限在说我是哪个国家，我是什么种族，因为就是大家都是人，然后灵魂的底色都是一样的。西方的白人男生在讲喜剧，他们在上海很喜欢讲的一个主题就是，我的中国人的老婆或是我中国人女朋友很神经病，讲一些其实是文化隔阂的题目嘛，但是带着一些不管是厌女，不管是种族歧视的一些色彩，就是我听久我就很不爽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既然我的英文还蛮流利的，是不是我也可以来帮女生发声？我觉得其实传统的喜剧俱乐部并不是一个非常对女性友好的地方嘛。比如说女生表演完晚上回家很不安全，或者是你表演的场合或是开放麦场合被男性演员或观众骚扰，或是被跟踪。每次有女性喜剧演员讲关于性的笑话或者关于约会的笑话，然后也会有一些男性的观众，他们可能会觉得说，他在台上就讲这些东西，所以他一定很 easy， 或者说他一定是可以约的这样子。我有一段时间就是一直不去讲 comedy， 因为就是觉得说那些经历让我很害怕。这个整个产业本身就还是蛮以男性为主的。通常我去开放麦，我都是全场唯一一个女生。我现在有帮忙1个月办2次开放麦，是全女性的。当然，你希望练到说你的笑话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场子都会有人笑，但是如果那个场子只有男生，那个视角就会非常非常的窄。所以有时候有一个全女性的群体，是至少给他们提供一点点支持，就是说至少你在写段子的这个过程中，可以在一个稍微比较友善的环境。我看很多的女性的喜剧演员，她们都会不想要打扮，甚至说就穿 T 恤和牛仔裤，因为她们会怕说我的外表就是被 distracted， 或者大家会拿这个来做文章。但其实我觉得我并没有这么想，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女性嘛，所以我想要 celebrate 我的女性的身份，所以我每次上台我也很喜欢打扮，因为这就是我喜欢做的事了。不管你现在像纽约这种性别意识算蛮先进的国家，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，一个女性站出来发声，你站在不管是个讲台还是麦克风前面，这个本身就还是一件比较难得的事情。美国现在当下的话语权的这个言论自由的环境，似乎是在衰败的过程中。我是会稍微会开始想说，是不是又要开始自我审查的这个过程，但是我会提醒自己，还没有到那个地步，不要先认输。我还是很新的喜剧演员，然后就是想要越来越好笑。我并不觉得说喜剧要辅佐于政治议题啊，我觉得本身就是只要好笑，让大家快乐就可以。那如果在这个之余，我还可以让大家思考或者想到他们没有想过的问题，就更好。我也是刚从柏林跟伦敦回来，那未来也想要去更多的地方看看他们对我的笑话有什么感觉，所以就是想要慢慢的征服全世界这样。